丈夫带妻子出国旅游，可在路上他却狠心地将妻子推下大海，妻子死死拽住丈夫的双手，祈求他救自己一命。丈夫犹豫片刻后，仍狠心地放开了手。直到妻子彻底消失在海面，他再伪装成悲痛欲绝的样子，跑上船，大声呼喊救命。不过已经为时已晚，妻子沉入大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深夜，渣男给岳父打去电话，岳父得知女儿遇害后，悲伤过度，险些陪女儿而去，但他始终怀疑女儿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女婿故意杀妻骗保。渣男丈夫名叫阿辉，人到中年，一事无成，每天好吃懒惰，还总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，闲来无事，竟然染上了毒瘾，背着妻子借了10万的高利贷，由于长时间还不上钱，利滚利滚到了50万。迫于无奈，他给当会计的妻子打去求救电话，谎称自己有一个好项目，急需50万现金周转，并且保证3天内就能还钱。出于对丈夫的信任，妻子模仿老板的签名，伪造了一张支票，胆战心惊，从银行顺利取出50万。谁知丈夫转手就将这50万还了高利贷。儿子生日会他还迟到2小时，气得岳父当场责骂男人不负责任。渣男没多大本事，脾气还不小，他轰走了全部亲朋后，一个人在厕所冲冷水澡。妻子得知他把50万挥霍一空，瞬间崩溃。如果月底公司对账发现50万被他挪用，恐怕自己难免会吃10年的牢饭。走投无路的丈夫想到了泰国开农场的舅舅，妻子本着夫妻共患难原则，主动要求陪丈夫一起去泰国。此时的丈夫还没有起杀心，谁知刚到泰国后，舅舅对借钱之事闭口不谈，反而一心让丈夫帮忙打理农场，同意每个月给他3000的薪水。路上丈夫大骂舅舅狗眼看人低，丈夫实在借不到钱，于是在回国的路上，他动了杀妻骗保的心。妻子见他一个人坐在船边喝闷酒，误认为丈夫想跳海轻生，急忙上前劝解。渣男看妻子主动送上门，在酒精的加持下，有了影片开头那一幕，却不知妻子大难不死。浴火重生后的妻子决心要复仇，夫妻俩去泰国旅游，可回来的只有丈夫自己。丈夫杀妻骗保，对外声称是一场意外，顺利拿到了保险公司的高额赔偿金。对于妻子挪用公款一事，他假装毫不知情，最终警察判定妻子盗窃公司财产，畏罪自杀。谁知妻子死后，渣男丈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岳父赶出家门，因为房子已经提前被他过户到自己名下。渣男这一举动让岳父更加深信不疑，女儿是被他杀害的。如今女儿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老父亲也拿不出他杀人的任何证据。渣男做的一切简直丧尽天良。有了妻子的赔偿金后，他的胆子逐渐变大，公开举报上级贪污腐败，房产建筑偷工减料。没想到这一举动竟然得到了董事长的赞赏，不仅没有开除这个小人，反而把他升为了公司总经理。正所谓小人得志，渣男每天穿的西装革履，喝着红酒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杀妻一事。只有儿子偷偷将母亲的遗照供奉在抽屉里，如今唯一疼他的爷爷还被送进了养老院，儿子整天以泪洗面。都说坏人偿命，渣男当上总经理后，竟然还俘获董事长千金的芳心，短时间名利双收，过上了奢靡的生活。可渣男万万没想到，妻子不但没有葬身大海，反而被路过的渔船救下。妻子从医院苏醒后，迫不及待给家里打去电话，但他被大海泡了太久，嗓子损坏，无法说出一句话。儿子在电话另一边反复询问他是谁，女人却急得直哭。儿子认为是骚扰电话，挂断了电话。无意间，女人走进卫生间，发现自己严重毁容，吓得他惊声尖叫。可女人太想念儿子了，她戴着斗篷，偷偷站在家的远处观望。没有了母亲的照顾，6岁儿子学会了自己煮面，由于水太烫，身高又不足，面全部洒在了地上。女人心疼儿子，匆忙跑上前想去帮忙。这时她看见渣男丈夫护着董事长女儿有说有笑下了车，那种感情几十年夫妻的她都没有体会过，气得她咬牙切齿。她本想冲上前去扇人渣耳光，但是现在她完全没有底气。然而更可气的是，儿子大声喊饿，渣男却嫌弃儿子吵，抱起来伸手就打。女人急了，拿起砖头砸碎玻璃。儿子见父亲受伤，大骂女人是疯子、神经病，甚至报了警。无家可归的女人只好来到了闺蜜住处。现在女人不仅颜面尽毁，还不会说话，闺蜜哪里能认出她是谁？迫不及待轰她离开。女人忍不住跪地痛哭，闺蜜哥哥使用暴力强行将她赶出了家门。此时天空下着暴雨，似乎在暗示女人不幸的命运。直到闺蜜看到女人在纸上留下的那个熟悉的疯字之后，才猜出她的真实身份，急忙追出门外。
闺蜜二人终于相认，有了闺蜜的帮助，这一次女人要拿回属于她的一切。这是我见过杀妻最天衣无缝的操作。妻子被丈夫推进大海骗保，万幸妻子大难不死，可惜容貌尽毁。闺蜜为了帮她复仇，不惜卖掉房子为其整容。在拆纱布的当天，所有人都提心吊胆，没想到女人恢复的比之前还漂亮，声音也恢复了正常。她第一时间跑到养老院，想给父亲一个惊喜，却不曾想父亲抢先一步跑去了渣男公司。因为父亲得知渣男要将孙子送到国外读书，女儿已经被他害死，他10000个不同意孙子离自己而去。情绪激动的他拿起刀逼迫男人妥协，否则就和他同归于尽。警察接到报案，立刻出警。小警察第一天上班，看见这种场面，慌得一匹，后退时被椅子绊倒，下意识扣动了扳机，子弹刚好射中父亲身体，父亲从5楼跌下，命丧当场。女人赶来时，看见的只有父亲的尸体，强烈的悲痛让她瞬间失声。她本想着卧轨自杀，当火车从眼前呼啸而过，她改变了主意，她发誓要让渣男去给父亲陪葬。渣男回到家后，看见屋子里在烧香，顿时感到不妙，在卧室撞见了死而复生的妻子，瞬間渣男愣在原地，他不相信妻子還活着的事實。你識返出嚟，你好失望係咪？以前無論邊個錯都好啦，我而家有錢啦，我哋移民去第度，好唔好啊？可任凭他的花言巧語，妻子都不為所動，從背後拿出一把刀子，徑直插進渣男體內，可惜沒有刺中要害。渣男捂着傷口朝屋外跑去，妻子順勢又補上了幾刀。妻子畢竟是女人，渣男發力，直接將她撞倒在桌下。隨後妻子割開了燃氣管道，轉身丈夫拿起一把尖刀朝着妻子扎去，萬幸妻子躲到了門外。渣男死死薅住妻子頭髮，勢必要斬草除根。千鈞一髮之際，妻子從地面撿起打火機，渣男瞬間秒慫，接着開始了他影帝般的表演。渣男一邊哭一邊道歉，聲稱自己死不要緊，叫妻子不要陪自己同歸於盡，這樣兒子就沒人照顧了，他不想讓兒子成為孤兒。渣男痛哭假裝跪地求饒，趁着妻子手軟，一把奪下打火機，反手抓起妻子頭顱，一下又一下砸向牆。千鈞一髮之際，兒子放學歸來，由於他個子小，按不到門鈴，隔壁鄰居路過幫忙，在按下門鈴的瞬間，電路瞬間引發煤氣爆炸，渣男當場被炸死。由於妻子靠近門口逃過一劫，壞人終究逃不過上天的懲罰。雖然觀眾看得解氣，但這件事會給幼小的兒子留下了心理陰影。爺爺在自己面前摔死，父親在自己面前炸死，母親也會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背負殺人的罪名去坐牢。嫁給一個渣男，毀掉了整個家，願天下再無渣男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到這裡了，我是怪獸，怪獸的獸，下期見。